牛头梗此时一脸懵逼，明明自己的猎物就近在咫尺，他本应该上前来一场尽兴的厮杀，但训犬师却抓住绳子遏制住了他。一人一狗的对视让紧张的气氛在现场弥漫，但谁知下一秒，男人轻柔的手法又让狗子瞬间破防。약간 제가 다정이 같지 않아요? 다정한 사람인 것처럼 했다가。据情侣俩称，这只4岁的牛头梗本是朋友领养的狗，但因为条件有限，最终送到了他们家。不过看着男主人和狗狗如此相像的面孔，有时候不得不感叹缘分就是如此奇妙。监护人称阿比主要就是对声音极其敏感，如果他听到电脑里传出狗叫声，他恨不得自己马上钻进去和对方一决高下。江训解释到，阿比在警惕的时候尾巴根部是静止的，而开心的时候则会从根部开始摇动尾巴。但更大的困扰是，每次主人带他外出散步，他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攻击同类的猛兽，这让情侣俩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其他狗。为了测试他的攻击性，节目组把辅助犬边牧带了上来，而看到他的一刹那，阿比就喘起了粗气，他用力吠叫，拼命挣扎，似乎很想和对方来一场殊死搏斗，但男主人却用力量死死控制住了他。女主人表示，曾经在宠物游乐场，阿比把一只贵宾压在自己肚子下面，在咬住他的腿部后就不断狂甩，当场就见得监护人满身鲜血。虽然最后把贵宾送去医院救治了，但情侣俩还是愧疚不已。节目组继续拿来玩偶做实验，阿比的利刃也毫不留情地刺破了玩偶的皮肤。大家不敢想象，如果换成真的小狗，结果会怎样。男主人只能全力掰开他的狗嘴，掏出玩偶。如此惊悚的一幕也让演播室的众人不寒而栗，因为对同类的暴力，阿比每次都要被隔离开来。狗咖里的热闹与喧嚣似乎与他毫无关系。每次监护人看见这个情景，心里都十分难受。他们多希望自家狗子能没有限制的自由玩耍，只是目前看来，这已成为了一种奢求。江训听完他们的故事称，阿比看见玩具狗也会有反应，说明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判断能力。这种毫无征兆的攻击才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。当前辈和女嘉宾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后，阿比的热情撒娇一下子就让前辈慌了神，而女嘉宾跑步的动作也让他兴奋了起来。这一嗓子瞬间就让现场的氛围不再平静。江训此时赶紧让二人尽量安抚他，因为梗犬的状态是会随时变化的。女主人称，有一次阿比对儿童也表现出了奇跨语，这让众人也不禁把他的危险系数往上调高。当大家在看到突然安静下来板压趴的狗子时，江训表示此刻他就如同盖着盖子的爆竹，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出来。女主人继续说到，阿比无论对大狗小狗都会想压制撕咬，甚至对家里的枕头也会时不时咬住晃动。而接下来大家就要测试一下他的具体攻击程度。当二人拿着道具往门外走去时，阿比就突然如同点燃的炮竹般发出尖锐的叫声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江训提出了给他戴上嘴套的要求，同时也请来一位专业的训犬师在旁边陪同。女嘉宾戴上帽子匆忙进门后就开始在室内走动，而阿比也不出所料地做出了威胁性反应。情侣俩的心再次因为狗子的暴动而悬了起来。此时江训提出让女嘉宾假摔一下的要求，阿比也不出所料地变得异常兴奋。接下来就轮到前辈上场测试，他牵着小狗玩具不断游走在阿比的附近，紧接着后者就把他压在了肚子下。他如同对待宿敌一般不断撕咬着假狗，而视线一旦固定在他身上就不会再离开。当江训进门后，首先让男主人摘掉了阿比的嘴套，接着他问起了情侣俩申请节目的原因。女主人称他们其实向训犬中心打听过狗子的问题，但谁知对方却说他4岁的年纪已经很难纠正过来了。这样的回复让他们一直忧心忡忡。江训表示，阿比的问题并不都是监护人的错，因为牛头梗本身就精力充沛，普通人是很难驾驭这个犬种的，而且每天没有目的的外出对他来说毫无意义。阿比的兴奋度就像被不断摇晃过后的碳酸饮料，打开瓶盖的刹那间就有喷发的风险。江训也十分担心他的这种状态，如果兴奋值无法降下来，那日后他就会很危险。接着节目组把辅助犬龙巴请了上来，江训表示阿比的兴奋值是和他的安全感挂钩的，如果他压抑自己不兴奋，反倒会变得畏畏缩缩。当龙巴逐渐靠近阿比的时候，后者的所有注意力都倾注到了他的身上。江训说，如果真有让他平静下来的方法，那就是让他生活在村子里见不到其他的狗，但现实是他们无法达到这个要求，那主人就势必要训练他学会控制自己。训犬师此时拉起绳子不让他趴下，把注意力专注在主人身上才是他要做到的事。江训牵着他不断向龙巴靠近，情侣俩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当训犬师牵着龙巴来到江训旁边时，他手起刀落，直接就制住了抱起的阿比，干净利落的动作如同一盆冷水浇下，他小小的眼睛也瞬间恢复了不少清明。此时一人一狗的视线交错，谁也不肯退步，但几分钟后还是以阿比的失败而告终。江训轻轻地抚摸着对方，好似在安抚一个孩子，他的种种行径都是在告诉阿比，只要不去攻击就没有压迫。既然他和主人生活在城市里，就要按照人类的规矩行事，随随便就想攻击，这是不被允许的事情。江训称此时他并非变好了，而是在压制自己。
他满脑子都在疑惑为什么眼前的男人不让自己攻击猎物，这种混乱的思绪让他暂时忘却了想攻击的念头。训犬师再次带着龙巴路过阿比，虽然这次他没有进攻，但视线依旧紧盯着对方。江训发出口哨声想吸引阿比的注意，但他却完全不予理会。就在他想扑向对方时，却遭到了江训的再次镇压，这无异于他狗声中的晴天霹雳。为了不让他感觉压力过大，江训开始一点点提升他的情绪。약간 제가 다중이 같지 않아요? 아주 무섭게 했다가 이 친구한테 굉장히 打个巴掌给个甜枣是针对阿比的训练策略。虽然他已经习惯了狩猎撕咬的本性，但想要更好的和监护人一起生活，就要改变自己的恶习。江训带他来到室外，给他一个短暂的放松，在戴上嘴套后又回到室内继续进行训练。他和阿比来到围栏内稍作等待，紧接着另一只辅助犬拿铁就上场了。与可卡犬完全专注主人不同的是，阿比小小的眼睛却死死盯住了拿铁，他的头脑热血不断上冲，阵阵的狩猎冲动也在血脉内躁动。江训让男主人走进围栏，蹲下叫他的名字，但后者却只管板压趴，毫无回应。江训表示，阿比此刻的行为就是没把男主人当作家人看待。伴随着拿铁的不断靠近，狗子瞬间又爆发了攻击，但是江训却用自身强大的磁场镇压住了兴奋的阿比。他继续用零食来吸引阿比的注意力，而拿铁则调换了位置进到了围栏里。虽然阿比仍会被一旁的辅助犬所吸引，但在江训的引导下，他也学会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旁边人身上。他把牵引绳交给男主人继续做着训练，此时主人和狗子步伐的配合显得十分重要。而在经历了反复训练后，阿比也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江训表示，其实牛头梗是非常喜欢自己主人的犬种，哪怕为之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。而对于阿比来说，如果能给予他更多的称赞，他是会很开心的。当江训把前辈和女嘉宾请上场后，阿比已经变得稳健了很多。他让前辈上前夸奖狗子几句，如果他想往前扑的话，主人就要及时拽住他。不过精明的狗子似乎察觉到了人类的意图，接下来无论主人怎么叫他都不再回应。训犬师让男主人用夹子音叫他名字试试，但身为钢铁直男的他却怎么也无法发出这样的声音。江训告诉他，如果退缩的话是没法完成训练的，只有习惯了发出高分贝声音才能对阿比产生效果。听完江训的话，前辈自告奋勇做起了示范。老家子的引导成功，让监护人发出了少男夹子音，这让阿比的开心值也不断往上攀升。为了消除狗子的紧张，他们再次来到室外散步。他告诉情侣俩，配合好声调的话是有助于减少狗狗兴奋度的。接着节目组又把辅助犬边牧请上来配合训练，他是之前节目中每天被大狗欺负只能躲在卫生间里的 Demba， 如今也成为了一只优秀的辅助犬。江训要借助它来和问题犬进行影子散步，他先带着阿比走在前面，边牧在后面闻着味道进行跟随，接着再反过来让阿比在后面闻着边牧的味道前行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双方自然而然的接近。他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训练这个过程。他让监护人走到远处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，此时就在考验他是选择主人还是去攻击边牧。虽然阿比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在情侣俩的呼唤下，他还是乖乖走了过去。在这一刻，两人一狗之间的感情瞬间就升华了，主人对他日后攻击程度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加。最后，前辈和女嘉宾一起和两只辅助犬待在围栏里，这是对监护人和阿比的终极考验。男主人牵着他不断靠近众人，好在这次阿比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，主人的控制力度以及狗子的注意力都得到了提升，前后反差如此之大，也令众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两名训练师又继续带着辅助犬不断靠近阿比，随着距离的缩短，他们或者坐下或者站立，接着他们又绕着阿比进行顺时针旋转。虽然阿比没有攻击，但还是喘起了粗气。为了减轻他的兴奋度，江训带着他转了一圈之后，他又让两只辅助犬近距离地趴在阿比身边，此时众人的心都跟着悬了起来。好在阿比最终克制住了自己的攻击欲，江训称只要再坚持训练2-3个月，他就可以顺利毕业了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男主人的夹子音已经用得炉火纯青，而阿比的自控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自由散步对他来说将不再是梦想。虽然许多问题犬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恶习，但在刻意练习之下，他们也可以迎来崭新的狗生。关键就在于监护人是否有这个意愿以及强大的执行力。养狗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把他们引到正路上来是监护人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